被子在被套里面总是乱跑，比较烦恼的。其实解决方法比较简单，只需一个口罩轻松解决。没想到这么管用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被子盖着盖着，里面的背心容易缩成一团，尤其是小孩子睡觉的时候，容易踢被子。没睡几天，把里面的背心踢成一团，这样即使盖着被子也不暖和。我们需要整理时候也是麻烦。如果是晚上气温下降，没有盖好被子，而容易受凉、感冒。首先，我们准备2个一次性的口罩，把口罩对折一下，这里面尽量对折整齐。再拿出我们的剪刀，剪出一个1厘米左右的宽度。剪好之后，在口罩的挂绳里面1厘米左右给它剪断。再剪好之后，口罩变成了2个小方块。接着再把口罩的另一端重复刚才的动作，那么2个口罩剪好，你就会有4条挂耳绳。挂耳绳对折一下，从中间剪开，剪断之后得到了8条挂耳绳。那么这几根绳子到底如何使用？我们把被子的拉链拉开，把里面的被子和被罩分开，再把被套翻过来，拽出里面的4个角。接着再把刚才做好的挂耳绳用针给它缝在上面，用家里的针线就可以。接着把口罩小方块打头，这个地方容易脱落，我们需要用针固定好，多缝2下。接着再用剪刀剪掉多余的线头，这个地方尽量留得长一点。接着拿出被子的一角，在对角上面同样缝上小方块，把它缝合在一起，要缝得紧实一点，避免在清洗的过程中睡觉的时候容易给它弄掉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。我们在收尾的时候同样用线打一个绳扣，这样剪好一对固定绳就缝好啦。我们只需要把它们2个连接到一起，再系上一个扣扣就可以。这里一定不能打上死结，我们需要清理的时候把这个4个角全部打开。如果不小心打上死结，之后的清洗过程比较麻烦，必须用剪刀剪开。我们还得需要再把这个东西给缝上，这样绑上之后，被子不管怎么转都不会揉成一团。我们来试验一下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无论我们怎么蹬被子，怎么扯被子，里面的背心始终是好好的，不会团成一团。很多人可能会说，某宝上很轻松的就可以买到被子的固定器啦，直接买就可以，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的。其实被子固定器也可以用，但是固定器上会有铁钢、铁丝，比较坚硬，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，可能不太安全。那么我们这样缝上去的口罩，操作起来也不麻烦，使用起来更加的放心，而且绑都是活扣，每次需要清洗的时候，直接拆下来就可以，简单又实用的方法。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被子和被罩总不服帖吗？其实被罩和被子为什么不能完全服帖？平时购买被罩的时候，一般都会比被子宽出几厘米，不要小看这几厘米的空间，
容易导致被子往下滑落。除此之外，被子和被套不服帖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被子和被套的材质。被子和被罩都是真丝或者是轮条，这种材质比较滑，被子和被罩的摩擦力降低，所以会导致被子折扣下架。那么被罩的尺寸比较大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把被子改小一点再进行决定。在买被子的时候，尽量选择常规的尺寸。那么被套一般都是固定的，这样能够严丝合缝。被子之所以会在被套里面乱跑，其实最大的一个原因是被罩比较大，被子比较小，被罩质量比较差。我们购买被罩的时候要选择纯棉的材质，千万不要买轮的，因为条轮的被罩容易起重，而且比较滑，可能会导致被子在被罩里面跑来跑去，或者是很多的被罩。如果材质差的时候就比较大的，那么就会缩水，影响我们的正常使用。口罩除了用来固定被子之外，在生活中也能发挥很多的作用。再来给大家说一说口罩的巧妙妙用方法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用它收纳耳机、充电线。日常生活中，耳机充电线不管是放在包包里面，总是乱七八糟的，甚至会出现打结的情况。这个时候，只需要把耳机、充电线折叠到一起，然后用挂耳绳挂在中间固定一下，可以轻松的解决这个问题，让你的包包、桌面变得井井有条，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耳机、充电器线。挂耳绳线是有弹性的，也是比较柔软，不需要担心它会损坏你的耳机充电器线。口罩是有3层的，我们可以把口罩剪开，取中间的一层，因为中间一层比较柔软，我们用它来擦拭手机的屏幕，只需要在手机屏幕上喷一点酒精，然后用它来擦拭，可以把手机屏幕擦得干干净净。能够用它来擦眼镜，眼镜片也变得比较干净。口罩中间这一层布和眼镜布是一样的柔软，用它擦眼镜也不会担心我们的眼镜会被弄花，可以防止管道堵塞。我们把口罩剪下来，能够看到口罩是有3层，把里面最薄的一层直接拿到卫生间里面，就可以很好的利用起来。把卫生间的地漏拿起来，再把口罩平铺在地漏上，再盖上盖子，能够防止头发进入管道堵塞。这层非常薄的口罩不会影响水的正常流动，非常的简单实用的方法。今天分享的口罩便会围绕的小妙招，朋友们都学会了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帮我点个赞，关注我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